因为大家习惯了过去20年 SEO 逻辑的企业，大家其实现在是不是要来转变一下心态？就是像我们今天去 Google Search，传统上我们是在想我们要看很多的 page， 然后每一个 page 可能有10个到20个 links， 但是现在你看到 Google一打开就是 AI Overview， 马上会给你一小段或者2-3段的一个答案，所以这就从 Search Engine 进入了一个 Answer Engine 的阶段。传统上公司都在做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慢慢我们就是进入了什么叫做 Answer Engine Optimization。你如果以前很努力的确保人家 search 我的时候我的链接会出现在头部，那我现在就是说人家去 ChatGPT 去 Perplexity 去 Gemini 等等的 engine 问我或者问能姐关于 BFM 财经，他们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嗨，你好，我是能杰。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其实请到这位来宾，我对他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愧疚啊，因为他的书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今天才请他来上节目，哎呀，真是要好好自我检讨一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孙德俊大哥 ，Hello， 能杰你好，大家好。是，今天请你上来啊，真的是还要再次把你这本书秀一秀给大家看。对，我其实你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一定要找你来聊 AI， 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错过了。还好最近我们办了一个 AI 论坛，然后你来当我们的主讲嘉宾，非常谢谢你。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还是要请你上来，不只是打书。再次的打书，虽然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对，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来解决一些老板们心中的焦虑。我听说在我们的这个 SME 的这个群体当中啊，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对于 AI 大家除了恐惧之外也有焦虑，然后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对对，就是很复杂的情绪就对了。对，没错。所以今天孙大哥我想要先请教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AI 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历程是刚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作我生活当中需要用到，后来就进阶到我的工作上面要用到，然后我才慢慢思考到说，那除了我自己个人之外，整个企业的应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模样啊？所以我其实算是启蒙很晚的，但是你是非常非常早就发现说 AI 对于企业很重要，对吗？对对对，当然如果回过头去看，倒推回来 AI 在1950年代已经出现了，只是说到互联网在90年代开始商业化之后，我们进入了数码时代，然后互联网突然间就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再加上2004年的社交媒体，2007年的 iPhone 推出，我们进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年代。那这整个时代的推演，你就会发现说大量的数据就产生了。应该说在我的专业或者工作上，在2015年在我的前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做广告科技方面的开发，那个时候 Meta 和 Google 也是越来越强势了。但你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在用电话的 apps 的时候，其实背后像 Waze 本身就背后就很多算法，很多 AI 等等出现。我们在广告科技的开发，并且要为客户进行一些服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去研发说，怎么样把 AI 这个技术，怎样把算法带进来，让我们软件更加精明那大概是在15到20年左右，我们开始在做一些测试，开始把 AI 带进我们软件。那2020年我创业之后，当然我们的公司是在做数据科技方面的，尤其数据科技，当我们需要用到数据科技去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其实 AI 就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了。怎么样通过数据去理解我们客户的一些数据的使用行为等等的，并且做出相关的预测和推送，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算法，很多很多的 AI 的技术，甚至在 ChatGPT 推出之前我们已经在做了。当然 ChatGPT 在2022年11月30日正式推出的时候，他其实是把 AI 推到一个高度啦，他突然间把 AI 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让你觉得 AI 就在你面前。rather than 你传统上你用一个软件，它可能只是软件的某一部分。没错，对，是，所以孙大哥，你真的是在很早之前，你都已经是洞悉到这个 AI 的重要性啊。但是你的这本书呢，其实书名 AI 时代2053啊，其实你把这个时间线设定在30年之后，从现在一直到2053年，你觉得说我们现在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啊，接下来这个30年里面，其实会发生一些怎么样子的变化呢？说真的，我这本书在2024年年尾出版，到现在1年多，从那边算起，一直到30年后，就是2053年，这样的一个30年的跨度，我们要怎样去预测 AI 会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说真的，今天如果我可以给你一个谱，那也是吹得太过分了。OK， 好，但可以理解的是，接下去30年 ，Bill Gates 大概在2023、24年左右，他写了一个 blog 我觉得那个 blog 蛮有趣的，就是说，他说，我们过去刚才提到的不同的年代，不管从互联网商业化、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到云计算，这所有科技的发生，一直进行到今天我们的 AI 时代这一回事。接下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产业将会围绕 AI 重新调整。OK， 那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主轴去理解的话，你就开始去思考，如果我的生意是做 A 的，我要怎样把 A 打掉重整，变成 A1、A2、A3， 并且成为一个变种的更好的一个生意，right？所以这里举几个例子 ，right？大公司我们不说，大公司当然资源很丰厚 ，right？你要怎么样引进 AI 技术，怎样 AI 转型，我觉得都非常有资源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时常关注中小型企业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并且是我身边的一些business owner 的例子，例如律师事务所，很简单，传统上你如果说你要把一间你的房子租出去，你找律师写 agreement，那今天说真的，出租的 agreement 是很简单的，你叫 ChatGPT 写一写，马上就可以写出来了。那就为律师事务所带来一个问题了。如果传统上我这个生意我可以charge人家1000到2000块，这个生意就不见了，怎么办？Right？ 我所知道的律师事务所开始就引进 AI 技术，让他们可以更快速的帮助到他们生成相关的文件，但他们主轴不放在 AI， 主轴放在提供客户关系管理方面，把人的温度、律师的温度更多的带进跟客户之间的理解，right， 那是一点。再来翻译公司，我身边有一间翻译公司，我觉得很有趣，在居然一个小地方，你会以为说有了 ChatGPT 之后，翻译公司好像应该倒了，不应该做下去了，因为大家就上 ChatGPT 翻一翻，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但他却把整个 table turn around， 他说，既然有了 ChatGPT， 我可能传统上早上我一早我可以做3000个字，现在我可以做6000个字，所以突然之间他公司的 capacity 就增加了。在同样的人手资源底下，技术帮他更快速的完成工作，更快速的达到他的目标，结果2025年他的生意是翻倍的。所以如果你以这样的2个小例子来看的话，就回到刚才 Bill Gates 讲的那句话，所有的企业都会因为 AI 而重新调整。那作为企业主的你，该如何去思考，如何 leverage 或者如何利用 AI 来对你进行转型？我觉得就是现在的重中之重。而且很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AI，这种大语言模型，现在它是
存在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嘛 ，AI 啊，它可能又延伸出很多的软件或者是很多的应用，但是未来我们会看到说 AI 它会从虚拟的空间跳出来。未来也会来到实际的空间，可能应用在机器人上面。对，那么其实那个对于未来的工业也会带来很大的转变，对不对？很大的影响。能杰，你这一点讲得非常棒。我们今天刚才讲的例子都是 generative AI。从像黄仁勋这一些大咖的角度，他们会看到接下去30年会发生的，就是说怎么样从 generative AI。就是生成式 AI 进入 agentic AI， 对，下一波就是所谓的代理式 AI，那代理式 AI 之后就是 physical AI， 就是物理式 AI，或者物理性 AI。那物理性 AI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robotic。想象我们今天跟我们沟通的 ChatGPT， 或者说大语言模型，它是存在一个机器人，那机器人可以理解能杰或者我的一些想法，跟我沟通，并且帮助我完成工作。最简单的时常被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帮你折衣服啦，折衣服，他可以理解你的命令，然后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所以接下去30年，我们会慢慢看到，更多的，尤其是 manufacturing， 尤其是工业上的一些制作，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啊！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有些公司已经在做了。那它会慢慢进入更多的国家，慢慢进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能。当科技进行到一个阶段，会越来越便宜的时候，中小型企业也可以购买到这些机器人。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公司里面除了人的员工，都会有机器人员工。那更可能发生的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里除了汽车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机器之外，还有一个机器人帮我们做事情。是。包括帮我们照顾老人啊，对不对？对。那我希望我在这个变老之前呢，这件事情可以成真啊。我觉得这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会看到。是，那其实这个对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但是你这1-2年，其实你一直不断的在跟企业耳提面命，一直不断的提醒说，现在我们从这个网络的时代，从以前的这种 search engine， 就是这个搜寻引擎，变成解答引擎，对不对？那这个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转变。那你不断的提醒大家说，因为大家习惯了过去20年 SEO 逻辑的企业对他们来说呢，未来包括像是在品牌的曝光，还有这个客户的一些策略上面。大家其实现在是不是要来转变一下心态？因为整个网络的使用还有科技的运用，其实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了真的，就像我们今天去 Google Search，传统上我们是在想我们要看很多的 page， 然后每一个 page 可能有10个到20个 links， 然后这个链接我们 click 了进去看，但是现在你看到 Google 一打开。就是 AI Overview，AI Overview 马上会给你一小段或者2-3段的一个答案所以这就从 Search Engine 进入了一个 Answer Engine 的阶段传统上公司都在做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慢慢我们就是进入了什么叫做 Answer Engine Optimization。你如果以前很努力的，这20年来很努力的要确保，人家 search 我的时候，我的链接会出现在头部的链接。那我现在就是说，人家去 ChatGPT、去 Perplexity、去 Gemini 等等的 engine 问我，或者问能杰，问关于 BFM 财经，他们知道答案是什么？他一定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你要把自己的故事或者公司的和服务的故事要讲得清清楚楚，不只是让 search engine 理解，不只是让人理解，甚至你要让这些 AI 可以理解。那这些 AI 要怎么样理解呢？当然，如果今天我有一个个人网站，是首先第一个帮助，就可能是你的个人网站，可能是你公司的网站，是你公司的服务或者产品都在你的公司网站，但你要知道哦，不可能由你一个网站说了算，对，因为这些 answer engine 这些 chatbot 不可能就只看一个 resources，只看一个资源就决定，能杰你说的我都相信，right？ 那你就开始要去想，怎么样从一个垂直领域去做到一个跨界的领域。跨界的领域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不是跟不同的人合作，跟不同的 partner 合作？我们今天是不是来这里跟有机会跟任杰在 BFN 聊，然后这些大型语言模型都开始去学习整个互联网关于你公司、关于你个人、关于你的产品的相关资料，然后通过这所有的相关资料。网络式的搜索，网络式的理解，然后它一定有背后有一个算法去算出说这个答案是靠谱的。当人家问关于任杰有关系的东西，关于财经有关系的东西，我要这样来回答。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Answer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 AEO 就很重要了。所以当然 SEO 还重要。人家还是会仰赖传统的搜寻去找到答案，但现在人们的使用习惯已经慢慢去直接看答案可以给我什么。那如果你讲的故事讲得不清不楚，人家不能够理解，这些 chatbot 不能够理解你是谁，你的公司是谁，你的产品是谁，你的服务是什么，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了。事实上，我现在在做访问的时候，在访问企业之前，我已经不去 Google 上面研究这家公司了，我都是在大语言模型上面去研究，但是现在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他会有妄想，对，他会提供错误的资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来做一些考核、查证的工作。但是未来，这个就是提醒企业。就是你一定要在你这个网络的世界当中，你去喂给他关于你公司正确的，而且是要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元的去提供资讯嘛，对不对？哇，听到这里呢，我不晓得企业会不会更加的焦虑了呢？会不会更加觉得说，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啊？所以孙大哥来跟我们的企业主来分享一下，其实大家。我相信焦虑是肯定的，因为对于未知的东西特别是科技的东西，可能对于企业来讲都是比较陌生的。但是第一步可以怎么做呢？当然，任杰之前跟我分享这个问题，我就看了一下，我想了很久，因为你在想第一步，我在纠结到底那第一步那一步唯一的一步是什么？说真的，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很重要。这两件事情可以归类成你在做这是第一步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备。所有的 AI， 包括我们今天刚才讲的 AEO，你会想到刚才我们讲到你公司、你个人、你的产品、你的服务，这些你的网站的内容、你和不同的 partner 合作的内容、你受访的内容，这些其实讲到底就是数据。OK， 对不对？讲到底，这些都是数据，这些都是关于你的公司是数据，你的故事，你的所谓的反走过必留下痕迹那数据在 AI 时代尤其显得重要。你要怎样确定你的数据是 organized 的，而不是碎片化的？你要怎样有组织的把这些数据、把这些故事讲好？这是一步很重要的。除了数据，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process，程序化。我们常讲如果你没有办法告诉人家一件事情怎么样从头到尾做下去，是你完全不能理解那个程序是怎样去做。当你要引进 AI 到你的公司，然后让 AI 自动化的去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事前要准备好事情的程序是什么。如果你连程序都没有办法准备好，那程序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数据的一部分。因为你知道做 A 工作的程序是什么，做 B 工作的程序是什么，这些也是数据，没错，因为是在脑海中你组织了一个程序上的数据，没错。那我觉得说真的，今天公司在引进任何技术、任何 AI、任何科技之前，你的一个 foundation， 你的一个基础要打好，就是你的数据怎么样，你的程序怎么样，这两者你没有准备好，你引进任何 AI、任何科技都没有办法帮到你。我在之前听到一些专家他们在提到说，我们马来西亚的数位转型其实做的不是非常的完整，有一些的中小型企业因为太过传统，他们连初步的
数码化、数位化都没有做好，所以它遗失很多很多的数据，它没有完整的数据，所以它就更加犹豫，不想要进入 AI 转型。但其实有专家提出说，其实不用害怕，其实 AI 可以帮助你去如何去补强以及补足你过去没有做好的这种数位转型。这个是，这个概念、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对吗？当然，因为你首先就要数码化你的数据，然后在你数码化了之后 ，AI 就可以帮助你整理这些数据。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商家可能有时会办活动。办了活动就要叫人家填表格，这些表格其实都是数据，没错。那你办了活动有300个人参加，300个人给了你 feedback， 请问你有没有数码化这些数据？还是它就存在你的一个同事的抽屉里面？过去半年来没有人动过，right？ 但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数据数码化 ，AI 也没有办法帮你整理。对，你一定要把它数码化了，然后把它转进 Excel 或者转进比 Excel 更大的系统，然后 AI 才可以动手跟你分析说，这个活动参与者有多少男生、女生，有多少老板，有多少 Senior Manager 等等之类的。那后续的 AI 怎么样帮你整理的过程就开始进入了，right？ 但很多时候我们能杰你刚才讲的很对，有些时候大家都在收集数据，但发现其实数据到处都有，但是你都是破碎化的在处理这件事情，是，所以 mindset 数据的 mindset 还是很重要。对，当你在所有节点开始收集数据的时候，要确保这些数据还是回归到你的 centralized system。是，而且过去呢，我们想说要补强数据的时候，我们都用手动来输入，但现在有 AI 的时代，大家其实就可以拍一张照，对，你那些表格，你就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把它喂给 AI， 它就会帮你自动的整理，对，然后能够帮你生成数据，所以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对不对？我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去开会，他就在一张 note 纸上面写了所有开会的重点。其实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你把这个 note 拍了一张照，对 ，upload 去某一些 AI 工具，然后它可以自己整理 ，generate 出一些 PowerPoint， 然后在同一天 send 给你的客户。这也是数据的整理，你会多 impress 你的客户说，哇，天哪，你才还不到回到 office 2个小时，你就已经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 send 给我了。传统上这件事情手动要做蛮久了。对，所以我觉得 AI 的时代呢，也是解决了很多企业老板他可能有科技恐惧的人啊，包括了现在我看到有一些老板，他现在在这个回讯息的时候，他还是用在手写的方式在输入文字啊，他对于打字他是有一点抗拒的。这些人啊，他可能在会议记录上面，他也在用纸笔啊，在做记录的这些人，其实 AI 的时代正是帮助这一些的企业老板能够把你的这些手写的东西给数据化。但这一切的一切，其实我们都回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如何最后去行销你的公司嘛。我们要这些数据来干什么？就是让 AI 更加认识你的公司，然后可以提供给你行销策略嘛，对不对？那么身为科技专家还有行销专家的孙大哥，我想要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目前 AI 的工具它可以怎样子帮企业来进行行销？可能讲的比较高深的话，就是怎样子来重新定义行销啦。但是其实我想企业老板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说，好，那我现在有 AI 的工具，我怎么来做行销呢？当然这个问题相当广阔。我用2个个案来分享我的想法。Google 在前几个星期大概推出了一个工具，叫 Pomely。OK。原则上就是说很简单，你可以上去 Google Labs，因为它还是处于一种测试阶段的一个工具，他就跟你说，请告诉我你的公司的网站。然后你就输入你的公司的网站是 abc.com 或者 abc.com.my， 他就开始去理解说，他跟你说，我现在开始正在 study 你公司的 DNA，他在分析你的 logo， 他在看你的主色调是什么，他在看你公司卖什么产品，卖什么服务，你的 about 是做什么，你的 target audience 大概是什么，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开始去理解公司在做什么的过程中，然后下一步就是你可以开始利用它理解你的 DNA， 生成不同的社交媒体的
小广告。OK， 它可以是一个 banner， 它可以是一个 copywriting， 它可以是一个小 video，right？那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工具还是免费的。OK， 如果说你今天说，在 AI 时代，我们要怎么样用营销来帮助到你这样的一个小工具？我曾经跟不少企业主或者 SME 的老板分享，他们就开始觉得，这东西很容易用。First of all， 一定要容易用啊，门槛不能太高，不能说天哪，你要跟我做有的没的，但我不会做。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测试了一下，我只把公司的 URL 丢进去，它马上就可以帮我生成不同类型的广告，并且可以让我推送去不同的社交媒体或者Google 的平台。那这里我觉得就很清楚的让你知道说，其实当企业主觉得 AI 好像高不可攀、很难的时候，其实科技的那个barrier，它的一个阻碍是越来越低的。我心目中的对比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移动互联网怎么样开始广泛流行，甚至我80多岁的爸爸妈妈都会用，就是因为它必须容易。对 ，AI 也会慢慢进入那个状态，可能不是现在所有的 tools都是这样。如果能前你记得2-3年前，我们当大家都开始在玩 AI 生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用的是 Midjourney。但那个时候很多工具都不能够轻易的生图。是，但现在拜托有这么多平台可以很容易的让你去只要简单的几个指令，简单的几个指令，你就不需要学怎么样用 Midjourney 之类的。是，其实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去理解，就可以知道，当技术的壁垒越来越降低的时候，你怎么样快速的去做到这件事情。第二个例子，我想讲的就是，从刚才的数据引申到这里，当企业把它的数据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开始对它的顾客有一个360度的理解。他知道这个顾客几时进来你的 in-store 你的店 ，OK， 他知道这个顾客几时去你的网店，他知道网店的行为看过什么产品，或者说你在 offline 的时候你买了什么产品。如果你有一个 membership 就是会员制把它串联起来的话，这些数据都可以打通。当这些数据打通的时候，我们就通过 AI 去理解，这个顾客的购买行为是怎么样的，他的看产品的使用行为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做出个性化的推送，因为通过 AI 和算法的理解，对这个顾客，例如这是能杰，这是德俊，充分的了解和掌握的时候，他就可以推送相关的很个性化的营销给你，告诉你你上次购买过上一季的产品是什么，下一季的新的 design 是怎么样的产品，能杰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下单。所以当数据打通，一切的基础都建构起来的时候，企业主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OK， 好，那真的 AI大大的改变了这个行销的手法，还有这个行销界，其实现在大家呢也都在疯 AI 哦。那真的企业要跟上这个脚步，但是企业要跟上脚步呢，我相信在企业里面要培养怎么样子的人，现在方向上也不太一样了哦。过去很多人都在强调的是个人的一些能力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媒体公司上班啊，就是我访问的能力啊，我做功课的能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像更加要去重视的就是问问题的能力。如果我今天不具备问问题的能力的话呢，今天的这一场的访问，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可能要花的时间就是倍数的可能本来可以用10分钟解决的事情，但可能就要像过去一样用2天或3天哦。所以现在要把员工从会找答案的人变成会问问题的人，哇！这个对企业来说应该要怎么去做呢？怎么样去培养这样子的人呢？我常在一些场合说，这个世界上最会问问题的人就是像能杰这样的人，就是记者OK 主持人等等的。是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今天会问问题，是因为你的专业是一个访问者。right？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被你访问一样。对。但像我今天看你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也要决定哪10个问题是你心目中想问的那个问题，因为那就是你做的一个最后的决定，那就是你所谓的你 make 一个 judgment call 啦。好，你要做这个决定，说，这就是我想问受访者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这样倒推回来的话，就是说，今天
你哪10个问题是你最想问的？好，我在想，怎么样要培养人发问的问题？当然，我们有遇到很多环境上的，文化上，亚洲人都是比较怕问问题啦。对是你去到一个 conference， 你说你在台上问台下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在西方世界，大概举手的有几十个，在亚洲大概有2-3个，对， right？ 所以当然这是文化上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进展到工作上，我们真的需要培养员工怎么样去理解一个问题，并且问对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希望大家回到一个我们讲的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是现在科技界时常在讲的东西。好，我们今天讲 Elon Musk 就是第一性原理的推展者。他怎么说呢？他说，传统上 NASA 是做火箭的。为什么公司不能够来做火箭这回事？然后他就去理解说，因为公司做火箭是太贵了，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才有国家级的资源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他就把它拆解成，那火箭的 component 有什么？有 A 有 B 有 C 有 D。A 可以怎样做，成本是多少 ？B 可以怎样做，成本是多少？慢慢这样拆解成所有的问题和 issue， 然后慢慢去解决它，把它合在一起，就成为它 SpaceX 可以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怎么样开始去做 SpaceX 这件事情。当然听起来是说远了，但实际上就是你如何把一个问题拆解成各个小小的问题，并且从这个小小的问题去寻找答案，然后找到一个大问题的一个大答案。我觉得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或者说寻找一个痛点，并且希望通过商业的手径去解决这个痛点，并且为这个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问对的问题，并且朝着答案的方向走。OK， 那我想很多的企业工作的高管呢，现在的焦虑跟老板的焦虑肯定是不一样的。老板在思考的是我怎么样子能够用 AI 来增加效率，然后来降低成本。那讲到降低成本呢，人事成本也是成本，所以很多的高管啊，或者很多的企业的员工就担心说，我自己会不会被取代掉呢？那我们常常在问的问题就是你身为员工的，你要去精进自己嘛，对不对？让自己不被 AI 给取代，你要懂得怎么样子去善用 AI。但是今天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的，就是说，那企业是不是也有责任呢？不是让你的员工放牛吃草，让他自己去学习，是不是也要来建立正确的 AI 的素养跟这个 AI 的文化？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我们不讲 AI， 讲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移动互联网。你可以想象一间公司100个人，99个人都在用 WhatsApp 沟通，老板说我不用 WhatsApp 吗？不行啊，不可能，对，不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下，老板也跟你用 WhatsApp 沟通，100个人都是用 WhatsApp 沟通，因为移动互联网非常容易使用。我用这个例子来烘托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把一间公司改成以 AI first 或者 AI 为先 AI 驱动的公司，很重要的第一个责任，我觉得 business owner 就是老板本身，需要自己卷起衣袖去做这件事。刚才我们从开始一直讲到现在，讲了很多工具，讲了不少的use case 使用场景，其实都不需要老板像一个 programmer 一样才会去用。只要是需要一个老板像一个 programmer 一样去用，其实讲简单来说是不容易啦。但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老板都可以开始去用。有趣的是，我在过去几个月或者说这1-2年来接触到很多老板都尤其中小型企业都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他需要卷起衣袖去做这件事情，去学这件事情。老板不需要成为 AI 的专家，但至少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怎样帮助到你的 business。我不是要老板成为公司的 CTO，你还是有你的 CTO， 你还是有你的 Head of Technology 或者甚至有 Head of AI，
但至少你要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数据的整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知道哪一些东西是重中之重，然后把这个策略灌输下去，并且老板也可以开始去 identify 说，诶，好不好，我们就从 A project 做起，让 A project 产生效应，并且让公司的员工理解到这个 A project 如何因为 AI 的助力而成功，慢慢这个 AI 的文化就会慢慢推展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步一脚印要去做了。今天我们能结合你和我在聊这件事情，很简单。3年后，如果有某一个老板听回我们这一段 podcast， 他说我从来没有开始做，和3年前他听到他已经开始去做，这2种老板就有所分别。而且我觉得老板们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整个公司了解到说使用 AI 是为了要增加效率。现在很多的担忧是在于说员工担心我一使用 AI 我就会被淘汰。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媒体的行业当中，我还有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记者，他们拒绝用 AI 来写新闻，因为他们担心说那我写新闻的能力就会被取代了。那有一些主持人他也拒绝我用 AI 来做 research 来写访纲，因为担心自己的这个能力就会被取代。但是其实我觉得企业很重要的就是要告诉这些员工们说，未来所需要的能力不再是写新闻了，不再是写提纲了，而你要进化自己，变成分辨新闻真假，或者是你要成为一个 editor 的一个角色。那你应该把写新闻这种繁琐的事情交给 AI。那我这样子理解对不对呢？我觉得能姐你这样讲是非常对的。那你想想，今天我有遇到某一些老板会是这样的，他说他当下属过来交东西给他的时候，他说：“老板，这个东西是你叫我做工作。”他其中一个问题就会问：“你叫 AI check 过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你叫我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你的第一视角，并且你有第二视角，就是你的 AI assistant 啦，有点像是你的虚拟助理，帮你也看一下。为什么呢？人总是有盲点嘛。好。像我自己个人，我分享一个例子，我在不同的平台有写不同的专栏。今天我写专栏，其中一个习惯就是我写了之后，我也会叫我的这一些小 AI 帮我看一下，他们就是第一个读者。我不是叫他们，首先我不是叫他们帮我写，我写了之后，我叫他跟我看，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有点像是他是我的读者朋友，读了之后让我说，这个 OK， 很精彩，靠谱，或者。其实你第二个点是不是有漏掉哪一个 fact check 呢？或者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有出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是 right？ 所以你把这样的一个例子推展去刚才你讲的那种新闻的制作啊 ，studio 的一些工作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使用 AI 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率和效能。但是孙大哥，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现在还有企业或者是有老板还在抗拒 AI？ 如果就你刚刚所提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让 AI 来检查你的工作成果，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有看到一些老板他会问员工说：“你这个是不是叫 AI 做的？”好像用 AI 去生成 PPT 呀，或者去生成一个报告啊，写一个新闻啊，是犯了滔天的大罪一样。面对这样的老板，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当然我也可以理解这样的老板的一个想法啦，就是说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完全是 AI 做的吗？到底你有多少 contribution？ right？ 其实我不觉得这个老板本身有问题，应该说我们应该把这2种老板结合在一起。第一种老板就是我们在讲他在鼓吹 AI 的过程中，也要确保员工是有 contribution 的。因为如果当所有的公司都是用 AI 生成同样的答案交给客户，那所有的公司提供的服务都一样了。你就没有差异化了，对不对？是。但后者的老板，当你不想用，你只完全用个人的时候，你就缺乏了 AI 去帮你照顾到你没有看到的那个 blind spot。所以我觉得今天举回刚才那个例子，老板看了那个人做的东西，他会先问一句：除了你做的之外，你有没有叫 AI validate 过？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靠谱的，因为你有一个 AI assistant 帮你看，
你平常做的东西，可能平常做的东西你都拿80分，那因为 AI 跟你加分加了90分，right？ 这10分加了变成90分，但说真的，如果员工什么都不做，完全叫 AI 生成，其实这件事情我个人也不鼓励， 因为这就变成说，其实我也不需要员工了，我就直接叫 AI 生成了。这样你到底作为员工，你的价值，你为公司带来什么，你自己也要 question 一下。好，所以我觉得使用和不使用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要确保人机协作的情况下产生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今天是企业应该去努力的方向。了解，你曾经说过 AI 是工具，终究越接近心灵的越难被取代哦。那么现在其实很多的公司都在讲求利润啦，讲求效率啦。那你认为哪一些环节才是这个企业里面所谓的你讲的接近心灵的部分呢？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不能够外包给 AI 去做呢？我常觉得中华文化的智慧，即使是几千年前还没有 AI 的时候，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用。OK，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最重要强调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哦，怎么说？当你在想使用技术、使用 AI 在你的客户的时候，先想一下你自己是客户，你会有什么反应？OK， 举例说明之。今天我接到我的银行突然间打电话给我，如果一开口就是 AI 的话，我会不管怎么样我就盖掉。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我的银行户口的东西，我希望跟一个人讲话。我不需要一个机器来跟我沟通，并且让我觉得，到底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到底你会不会按错 button， 把不该做的东西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不是应该开始去思考？我可以使用 chatbot， 我可以使用AI， 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顾客要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先问回自己，你如果是作为顾客，你要的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的公司，他在使用 chatbot 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就照顾到顾客的心灵需求。首先，他在顾客一进去系统里面，他就说：“我是一个 AI。”我现在可以帮助你这件事情，你可以让我知道你的问题吗？它是一个 chatbot， 然后你就输入问题 A、问题 B， 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不能 handle 了，他就跟你说，抱歉，我现在不能够处理你这样的问题了，我需要借助我的人的同事来处理，你可不可以让我把你的电话传给我人的同事，他等一下会打一个电话给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过程，因为第一，你照顾到顾客的心灵需求，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接受我跟 AI 沟通，什么情况下你不能处理了，你让我知道我现在要从机器switch去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一个非常无缝衔接的客户使用行为。所以在科技的年代，我觉得我们需要用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客户精神去服务顾客，然后在对的时间和地点和情况下使用技术。是，但是 eventually 终究我们一定会走到，有一天一定会走到我们的 AI 的客服，它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企业，也是这个人工客服它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说以后可以越来越减少使用人力，然后这个 AI 它能够跟你共情，它甚至可以解决你大部分的问题，对不对？对，是。但是在走到那一天之前，现在我发现人工客服还有很多很假的地方，非常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嘛，对不对？是。当然，这个还是又回归到说，企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在做这个 chatbot 的培训的过程，其实资料不足，对不对？还有所喂进去的这个资讯等等各方面都还是不够。无论如何，孙大哥你也提到说，越是 AI 的年代，阅读更是重要。其实我被这句话有一点打到，对，因为本来我的想法是说，有了 AI 的时代之后，它会很快速的帮我整理很多的资讯，那可能我就不需要像过去一样花这么多时间来阅读。但是您却说，阅读反而在这样子的 AI 的时代当中是更加重要的。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之前我们提到说，当你作为一个编辑，
你可以用 AI 工具帮你生成某一些要用到的素材，然后你要做一个 final 的决定审核 judgment call，说这就是我要问受访者的10个问题，基于我今天想要达到的访问目的，那个 judgment call 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智慧，对，就是你的经验，还有知识的含量，知识的累积所促成的一个结果。那今天作为这样的一个主持人，你怎么样有底气、很信心十足的说：“嘿，这就是我要的。我就是做这个审核的决定，这就是我要的。很多时候，你背后的那个 backup 就是你的所知、所读、所写、所阅。那就是你阅读的或者学习的整个过程所能够累积下来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很像你说，如果 AI 的软件都可以生成这么多这么棒的图片、video， 那我们的 designer 怎么样？我们的 film producer 怎么样？我觉得他们还是讲故事的高手啊，没错，他们还是审美的标准啊。所有的工具就像 Photoshop 一样啊，传统上是 Photoshop 让你制图，现在是 AI 工具可以更快速的制图。但分别在于你今天是不是一个非常棒的 designer， 你可以决定说最后的 output 是哪一个，我要给客户图 A 不是图 B， 因为图 B screw up 了。而且就像你一开始讲的，就是给对指令，问对问题，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有知识含量的。对，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他在这个大语言模型每一天其实给出了各种各样的 prompt， 但是最后还是那一些真正有知识含量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经验的人，他们才能够去问对问题，然后得到他们要的答案，然后还从他们得到的答案当中去筛选有哪一些是他真正能够来使用的嘛。就像我们常说的嘛，garbage in garbage out。是，如果你就丢进去这个垃圾问题，你就产生了垃圾答案。对，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 chatbot 好笨，先检讨一下，到底你是不是问了一个聪明的问题。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也要请顺大哥提供给我们的企业主啊，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正在刚刚开始准备要走上这个 AI 转型之路的话，其实你会给大家什么忠告呢？我觉得有3个步骤很重要刚才之前跟任杰在这个45分钟到1个小时可能聊的过程中，我们都提到这些点。首先第一就是说如何开始去整理你的数据，确保你的数据是在一种被整理或者被统一的一个 unified 和 organized 的环境然后怎么样开始把 AI 导入，去拥抱 AI 的技术，并且可以让这些算法跟你做出不同的推测等等之类的。那在这种进阶的第2步里面，你就可以慢慢进入一种智能体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agentic 的未来。就是说怎么样通过AI 可以变成一个代理人，帮你自动化的去完成工作这绝对会是接下去我觉得3到5年所有企业都必经的3个过程。也是你今天应该开始去学习，去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做好准备，为你的公司接下去做出一个更好的3到5年的一个准备。好的。非常谢谢顺大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如果今天的节目你还听不够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看顺大哥的这一本《AI 时代2053》这本书里面我相信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多很棒的建议的。再次谢谢顺大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任杰，谢谢大家。大家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欢迎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